近，比亚迪巴西工厂第1400万辆新能源车的下线仪式，大家都看了吗？看完现场视频的小编心里就一个感觉，这根本不是普通车企的里程碑活动，而是中国制造业在南美大陆的加冕礼。你是不是觉得小编说的太夸张了？别急，我这就带你去看看现场传回来的画面。大家好，欢迎来到星球热点，国际大事从不缺席，舆论场中抽丝剥茧，聚焦独家中国资讯，点赞、订阅加小铃铛，带你用不一样的视角读懂中国故事。当地时间10月9日，巴西巴伊亚州卡马萨里工厂的广场被中国红与巴西黄的彩带交织环绕。当银色宋 Pro 新能源汽车缓缓驶出生产线时，观礼人群的欢呼声似乎穿透了热带草原的热浪，而现场的3重震撼，每一个都足以改写南美工业史。第一重震撼是总统级阵容的全员力挺。观礼台核心位置上，巴西总统卢拉、副总统杰拉尔多阿尔科彭、中国驻巴西大使祝清桥与比亚迪董事长王传福并肩而立，4位重量级人物的手紧紧握在一起。卢拉在致辞时突然侧身拉住王传福，对着全场2万多名观众高声宣布：“这是我非常敬佩的人。”镜头特写里，王传福的嘴角笑得比 AK 还难压。而卢拉眼中的赞许绝非客套，这位3次当选总统、历经牢狱之灾的传奇人物，早已用真金白银投票，先是自掏腰包买下糖和海鸥，当天又从王传福手中接过宋 Pro 的钥匙，正式成为比亚迪3车车主。更动人的是细节，巴西巴伊亚州州长热罗尼摩·罗德里格斯全程紧站在王传福身旁。卡马萨里市市长激动得频频抹泪，当地工会代表举着比亚迪给了我们工作尊严的标语，在人群中格外醒目。第二重震撼是历史性路牌的悄然更迭，仪式开工前，3场正门的旧路牌被缓缓换下，曾经象征巴西工业荣光的亨利福特路正式更名为比亚迪路，这是南美洲首条以中国车企命名的道路，也是全球第3条比亚迪路。当卢拉与王传福共同为新路牌揭幕时，卢拉动情地说：“福特曾给巴西带来工业启蒙，而比亚迪正在给我们带来工业复兴。”这句话戳中了在场所有巴西人的心声。2021年，福特突然跑路，留下的烂摊子还历历在目。如今，比亚迪不仅接盘重生，更带来了新的希望。第3重震撼是绿色工厂的硬核实力。仪式间隙，工厂开放日展示的细节让外媒惊呼不可思议。这座占地468万平方米的超级工厂，居然是100%使用可再生能源的零碳基地，屋顶铺满太阳能板，配套的水力发电站满足了80%的电力需求，雨水回收系统每年能节省30万立方米水资源，连生产废料都实现了95%的循环利用。更绝的是，工厂刚在9月拿到国际绿色工厂认证，当天又宣布将为11月的联合国气候大会提供30台定制新能源车，会后全部捐赠给当地学校。王传福在现场强调，比亚迪带来的不仅是汽车，更是整个绿色工业生态。这句话可不是空谈。现场展示的电池生产车间里，本地化率已达70%，未来还要实现100%本土造。可能有人会问，全球车企那么多，为什么巴西偏偏把国家级牌面给了比亚迪？这背后是比亚迪用10年时间打磨的本土化3板斧，每一招都精准击中巴西市场的痛点。第1板斧，高端破局，扭转刻板印象。刚进入巴西时，比亚迪没有急着推平价车型，反而先把汉、唐等高端车型摆上展台，在35%的进口关税加持下，这些车在巴西售价高达40-50万雷亚尔，却意外引爆市场。这种反向操作成功打破了中国品牌廉价低质的偏见，为后续车型铺路。等到2025年本地生产的宋 Pro 上市，价格直接比进口版降低20%，瞬间成为家庭用户的首选。毕竟同配置的大众车型要贵出10万雷亚尔，巴西消费者用脚投票再正常不过。第2板斧，全产业链扎根，不做甩手掌柜。比亚迪在巴西的布局早已超越建工厂造汽车的初级阶段。从2014年建第1家电动巴士工厂开始，比亚迪用10年时间织就了一张锂矿、电池、整车回收的全产业链网络。在米纳斯吉拉斯的锂谷拿下2块锂矿区勘探权，解决原材料卡脖子问题。
在马瑙斯工厂投产磷酸铁锂电池。2024年又新增刀片电池产线。卡马萨里基地更是包含乘用车、商用车、电池模组3座工厂，初期产能15万辆，远期可扩至60万辆。不仅供巴西市场，还能辐射阿根廷、智利等邻国。更贴心的是本地化适配，针对巴西人爱用乙醇汽油的习惯，专门开发混动专用发动机，为应对复杂路况，加厚底盘装甲，甚至把车机系统改成葡萄牙语加本地流行音乐库，细节拉满。第3板斧就业赋能赢得社会认同。在巴西，比亚迪的外号就是就业守护神。卡马萨里工厂直接创造5000个岗位，带动电池、物流等配套产业形成2万个直接和间接就业机会。更难得的是，工厂90%的员工是本地人。管理层中，巴西籍占比超过60%。比亚迪巴西分公司总经理李铁的目标是未来达到95%。38岁的组装车间工人卡洛斯的故事很有代表性。他曾在福特工厂干了12年，2021年失业后靠打零工糊口。比亚迪建厂后，他重新上岗，工资比以前涨了30%，还能参加技术培训。比亚迪不仅给了我工作，还给了我成为技术员的希望。卡洛斯的话被巴西电视台反复播放，也成了卢拉口中重拾尊严的最好注脚。比亚迪在巴西的成功可不是什么一帆风顺的爽文剧本，而是在政策波动、行业围剿中硬生生拼出来的。2025年上半年，4家巴西本土传统车企联合上书，以保护本土产业为名，要求提前至2026年中恢复35%的进口汽车套件关税，试图遏制比亚迪的增长势头。这本是一场实力悬殊的博弈，却意外上演了民心反转。巴西网友在社交媒体上炸了锅，比亚迪不该被针对的话题迅速登上热搜。那些本土车企垄断市场时，把低配车卖成豪车价，现在被比亚迪打回原形，就耍无赖。比亚迪带来了新技术和就业，本土车企只会躺在舒适区里赚快钱。网友的吐槽一针见血，巴西权威消费机构的报告更是直接打脸。2025年第1季度，比亚迪超越本田、大众、福特等11个主流品牌，成为巴西消费者满意度最高的车企，还拿下了 Reclame Acre 平台的最高 RA1000 认证。这场舆论战的胜利，本质是诚意战胜算计。比亚迪在巴西的经销商网络从2022年的14家暴涨到2025年的185家，年底要达到240家。实现每个州首府全覆盖，充电网络更是联合本地企业建成 BYD Recharge 450多个公共充电点，成为巴西最大的补能体系，还贴心推出插枪自动结算功能。而巴西政府的态度也从观察试探转向全力支持。卢拉不仅多次为比亚迪站台，还推动国会将新能源车购置税减免政策延长至2030年。政府公务车采购更是优先选择比亚迪电动巴士，更深远的合作还在后面。比亚迪已与巴西国家石油公司达成协议，联合开发生物燃料混动技术，预计2027年投产。针对南美市场的 Shark 皮卡也在紧锣密鼓研发中，目标是抢占福特、雪佛兰的传统优势领域。正如王传福在仪式上所说，比亚迪在巴西不仅是投资者，更是长期的伙伴。小编觉得，卡马萨里工厂的比亚迪路看似只是一条街道的更名，实则是中国车企全球化进入3.0时代的标志。如果说1.0是产品出口，2.0是产能落地，那么比亚迪正在巴西实践的3.0，则是技术输出加标准制定加文化融合的深度绑定。这种模式早已在全球复制。泰国罗永工厂成为东南亚枢纽，欧洲匈牙利工厂瞄准高端市场，美国卡兰斯特工厂专攻商用车，加上巴西基地，比亚迪的海外生产网络已覆盖6大洲。更关键的是技术主权的输出，巴西工厂使用的刀片电池、DMI 混动系统等核心技术均由比亚迪自主研发，不仅避开了专利陷阱，还让当地产业链跟着升级。巴西电池企业负责人马里奥坦言，以前我们只能做简单组装，跟着比亚迪合作后，现在能生产电池模组，技术水平至少提升了5年。这种授人以渔的合作模式，远比单纯的产品销售更有粘性。再看国内那些整天唱衰的黑子，说海鸥送 Plus 是低端车，可在巴西市场，
海鸥售价折合人民币15万，宋 Pro 卖20多万，照样被抢着买。正如卢拉在试驾宋 Pro 后说的那样，这不是简单的汽车，而是中国科技与巴西需求的完美结合。截至2025年9月，比亚迪海外销量已突破70.15万辆，滚装船队也已到位。海外再造一个比亚迪的目标正在从口号变成现实。从福特路到比亚迪路，改变的不仅是路名，更是全球汽车产业的权力格局。当中国车企不再靠低价取胜，而是用技术、诚意和共赢思维赢得尊重时，所谓的贸易壁垒、刻板印象最终被打破。好了，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你喜欢小编的影片，还请大家多多点赞转发，让更多的人一起见证中国进步。关注我的频道，这样既能回顾往期视频，又不会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